万万没想到，这一场轰轰烈烈的本地生活大战还在继续。9月10日的阿里26周年发布会上，高德地图丢出一枚重磅炸弹——高德扫街榜。此功能的诞生可以说是戳穿了某些靠刷单推广堆起来的好评榜单的最后一层假面。苦榜单9亿的消费者和中小商家们给出了最直接的反应。扫街榜上线当日，使用人数就突破了4000万，上线2周就有超过2000家餐饮店挂出了高德扫街榜上餐厅的招牌。那么问题来了，一个导航软件怎么突然就成了餐饮江湖的新王？对于普通小店和消费者来说，这件事真的有用吗？高德大费周章的进军餐饮赛道，究竟是图些什么？在回答一切之前，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被高分餐厅套路过？千里迢迢去吃的美食餐厅，货出微波炉比厨师还多，照着热榜点的外卖，结果对面连一个门店都没有，跟着高分推荐吃饭，堪比赌命，轻则上吐下泻，重则食物中毒。而这一切的原因，我想各位都清楚，那就是虚假点评。商家入驻平台，用户打分的点评机制诞生之初，确实是为了消费者能够优中选优，督促商家进步。可问题是，这套体系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好评可以刷，评论可以编。当市场充斥着评分失真，高德的扫街榜便应运而生。作为仅次于微信、抖音、淘宝、支付宝的第5大国民级手机 APP， 用户这些用脚投票的数据，几万人一次次往返实际行动，比一堆虚假的好评靠谱太多。毕竟过去一个5星好评，只需要打开软件动动手指，但是在高德扫街榜上，打分的权重得需要用户真的用脚投票，你得真的去，真的吃。每一个评论的背后都要有导航路径、实际消费等等行为作为支撑。想要造假，就得把整个行动的链路都造假，成本就要高得很多。除此以外，高德还把芝麻信用体系纳入到了评分权重，信用分越高的用户，评价的权重也就越大，这样的评论可信度也就越高。从长远来看，高德扫街榜正在做的是重新建立一套基于真实行为数据的信用体系，把之前行业虚假繁荣的土壤直接拔掉。而在这套信用体系的背后，是对无数中小商家的解放和对整个餐饮评分风气的改良。过去饭店想上个首页，得靠送礼、靠关系、靠刷榜，饭做的难吃无所谓，只要会营销，能够投广告，生意照样做得红火。而现在，只要你菜炒得香，酒酿得甜，实力足够硬核，高德就有办法让你被消费者看见。打开高德扫街榜，你会发现上面不仅涵盖年度必吃的状元榜和精选上榜的附近好店，还特地设立了本地人推荐的扫街榜，最多人驱车前往的轮胎磨损榜和回头客吃了又吃的多次榜，专门挖掘那些不善营销但是品质优良的小店。我们在这里举几个非常直观的例子，在镇江有一家开了几十年的东北菜馆开心饭庄，老板看向荣过去在点评上从来不冲榜，评分一直不高，但是自从高德扫街榜上线了，他直接冲上了镇江东北菜第1名，生意好到老板请来50庆祝，每天差不多有30%客人是冲着榜单导航来的。藏在巷子深处的好味道，这次终于不用被不会刷单拖后腿了。在北京胡同里的洪福亮酒家上了烟火小店榜第1名，虽然装修破旧，但是中午不到12点等位就排到了20号。这种店过去几乎没有机会上榜单，但是现在却凭用脚投票冲到全市 TOP 10。广州老牌资之楼的老板王伟感叹，高德扫街榜是顾客用脚投票来产生的这个榜单，这是实实在在的荣耀。成都的和氏烧烤创始人婉君则说得更直白，这榜单不是靠好评送东西而来的，而是顾客愿意来吃才算数。在高德扫街网的带动下，业内其他平台也开始升级评分体系，从追求好评到追求客观真实的评价。今日大众点评发布了新版商户评价诚信管理办法，10月17日起正式升级美食星级计算体系。新规明确表示，将打击刷好评、要好评现象，商家替代用户写评，用折扣、送菜等方法换取好评等行为，一旦被平台发现，就会给予不同程度的惩罚。也有网友发现，我餐厅现在开始跟顾客强调写中肯的评价，而不是好评了。高德扫街网的出现，改变了业内要好评泛滥的现状，这对餐饮业进步，对消费者而言都是一件好事。除此之外，高德还加码补贴。9月10日，扫街榜发布的当天，高德就推出烟火好店支持计划，发放超过10亿的补贴，希望每天能够多带来1000万客流进线下，再加上首页推荐、导航语音播报、达人推广等，每天给小店5000万曝光。说白了，对于他们来说，高德扫街榜不是流量的幻觉，而是真金白银的客流。从消费者角度来看，高德扫街榜帮消费者提高了做选择的效率，让他们每一次的选择更加靠谱。当你来到一座新的城市出差旅游时，不用再问朋友或者网友哪一家最地道，什么菜最流行，只需要打开高德扫街榜，找到那家值得跨城去的餐饮馆。就像杭州那家湘菜馆，59%的用户专门从14公里外赶过去，超过1.4万人收藏，这比任何一句好吃到爆的评论都有说服力。有人说，互联网的终极竞争归根结底就是谁掌握了我们的选择权。今天我们讨论高德扫街榜，其实不是讨论一家餐馆能不能多来几桌客人，而是在讨论未来10年我们的吃喝住
住行谁来引导？是广告，是评论，还是我们的自己的脚步？答案不言而喻。毕竟民以食为天，对于人们来说，最具有价值的不是套路，而是真实。高德这一次可能真的把餐饮行业的天花板给掀开了。这里是帅真财经，一个有温度、有深度的财经博主，欢迎大家关注主页，有更多精彩视频。我们下期节目再会。